美浓旧记记载，小建方嫁秀龙，天文4以及未年生女。天文18年2月24日，出嫁韦州古渡城主织田上总介信长，称龟蝶，亦称鹿山殿，乃明智光秀从妹。秀龙即斋藤道三，美浓道国者。他死后26年，继承他衣钵的龙姬龟蝶和明智光秀，在本能寺策划了日本战国最激烈的一幕，对整个日本的国道物语。因为上述文献的描述，信长的正室美浓御前的幼名和本名一般被认为是龟蝶。不过历史作家中岛道子女士认为，道三给他的女儿取名因为奇蝶，意为期待她成长为一名美丽的少女。此外，我最喜欢的日本战国历史小说家八切直夫也认为，既然明智光秀作为表兄，在斋藤道三家中名为齐白丸，龙姬名为奇蝶，合情合理。且信长的侧室深菊殿吉乃所生的信长嫡长子织田信忠过继到龙姬之下时，龙姬为他起名奇妙丸，更证明了奇这个字是斋藤家的家族传承。龙姬本名因为奇蝶，龟蝶应该是因为发音相同而导致的美浓旧记的记录错误。会日语的话，应该简单就能理解奇蝶和奇妙丸两个名字传达出的亲子关系。不过和真田幸村一样，为了观看体验，在视频中我也会继续用龟蝶作为龙姬的名字。仔细想想，即使是名义上的母亲，信长的嫡长子怎么会被龙姬起名呢？如你所想的，龙姬在织田军中的地位可能高到难以想象。大河剧《麒麟降临》以及之前介绍过的电影《The Legend of the Butterfly》就广泛采用了这种假说。基本上这些作品都会因为过于难以置信而评价不高。但是这种假说真的如此离经叛道吗？其实不然，在学界这是拥有一定势力的正经假说。今天我将介绍这套假说之下龙姬对织田信长生涯的影响。在天文23年1月，织田家与金川家的战争中，金川军从山河冈崎城出发，攻略水野信元镇守的旭川城。虽说织田信长决定亲自出征救援，但此时尾张统一战争也正在进行过程中。如果他前往旭川城，清须城将不可避免地遭到攻击。于是信长决定向妻子龟蝶的老家美浓国的斋藤道三求助。信长公记记载，龟蝶出嫁后，担任护卫的安藤一贺守从美浓带回1000人到那古野城，负责在信长出征期间留守信长的核心领地。正如之前战国时期的爱情视频中提到的，战国的公主们并不是像我们在电视剧或者电影中看到的那种穿着漂亮的和服坐在客厅上的存在，他们扮演的几乎与男性相同的角色。织田信长的龙姬和深居殿吉乃，丰臣秀吉的琳琳、茶茶、甲斐姬、金吉龙子，德川家康的阿茶菊、谋须菊、鱼茶阿菊、尾方等等，都是实际上的谋臣，只是因为只有称得上超级明星的女性才会频繁地出现在历史记录中，以至于大部分情况都要靠史料整合才能够推理出他们的活跃。其中的龙姬、高台院和茶茶稍微有点特殊，他们在一定的领域内拥有超越主君的决策权。当然也有玩脱的时候，德川家康晚年过度倚重斋藤利三的女儿阿福，也就是春日局，连老中行事都要向春日局述职，导致德川家康死后出现了史称春日局幕政的大权旁落时期。话说回龟蝶，在受信长支配的武将们的书信来往中，有时会用卡 K 来指代龙姬影之实力者的那个影，这应该体现了他们眼中信长和龙姬的关系。此外，安土殿也是不仅可以用来指代信长，也可以用来指代龙姬。除了龙姬，好像没有其他的大名夫人会和大名共享主要的称呼吧。虽然信长驱逐了美浓斋藤义隆的儿子斋藤龙兴，但这是依靠美浓三人众的倒戈。之后美浓国的官僚武士实际上也是服从美浓三人众，而美浓三人众实力如此强大，活跃度却不如其他的同量级的同柴们。究其根源，他们都是龙姬的人，而不是信长的人。信长公记中就明确地写下了美浓三人众对龙姬绝对服从，而对信长的命令选择性执行。因此美浓平定后，信长也只能不情愿地交出了岐阜城的指挥权。最后主管岐阜城的家宰是龟蝶的弟弟斋藤玄帆允。一说织田信孝死后，龙姬曾经亲自担任过岐阜城的城主，那么美浓三人众为什么选择服从龙姬呢？同样是信长公记的记载，永禄10年8月1日，被称为美浓三人众的稻叶一铁、世家补全、安藤守旧向信长投降。8月15日，斋藤龙兴投降，曾传到伊势长岛放逐。而美浓三人众反叛的原因也很简单，这要回溯到斋藤义隆弑父夺权。
斋藤义龙虽然是斋藤道三的儿子，但在美浓国的政治光谱中，他是土岐派官僚的代言人，而美浓三人众都是斋藤派。在斋藤义龙还活着的时候，依靠他出色的个人能力，土岐派和斋藤派都忠诚于义龙，和织田家的战争也是赢多输少。但是永禄4年5月，斋藤义龙过世，其子斋藤隆兴即位，却没有他的父祖辈那样的政治和军事才能。斋藤派的官僚们越来越肆无忌惮地挑战斋藤隆兴的权威，土岐家臣团也出现了松动，史称隆兴暗弱。美浓国诸旧记记载，隆兴暗弱，织田信长从密探处得知斋藤隆兴的国内评价和美浓国内斗的情况。此时隆基向信长展示了斋藤道三让国状，于是信长下定决心，从永禄5年夏开始攻略美浓国。山内勘解由左卫门向斋藤隆兴献退敌策，隆兴犹豫不决，山内怒斥主将寡断无能，西美浓18将遂悉数返回自己的居城陇城，不再支援稻叶山城。织田军兵临稻叶山城下，斋藤隆兴任命美浓4人众、稻叶一铁、世家补全、安藤守旧、不破道定全权指挥战事。龟蝶的侍从安东一贺守向4人传达了斋藤道三的遗命，其内容为希望斋藤旧家臣们像祖父一样替他照顾好龟蝶。美浓4人众于是向龟蝶宣誓效忠，稻叶山城破城，隆兴流放。这段记录就非常清楚地解释了美浓国众服从隆基而不是服从信长的原因。关于龟蝶的结局，以前主要有过离婚说、死亡说和逃脱说3种主流假说。到2002年，历史学家冈田正人发表了研究成果，认为前鹿山殿和后鹿山殿都是同一个人，就是隆基龟蝶。他以鹿山殿为法名，因而有后鹿山殿说。在此基础上，新的通说逐渐形成。现在认为隆基在本能寺之变中活下来，而后回到岐阜城主持后续工作。老年在安土总官寺出家，庆长17年寿终正寝，享年78岁。当然，这种说法一直都是强势假说中的一支，只是直到最近的10几年才发展成为主流假说。安土总官寺收藏的太原相公园会名簿中就有记载，养华院殿要经妙玄大子，庆长17年壬子7月9日，信长公玉台。这也是隆基善终的一个有力证明。现在岐阜城运营方和岐阜县立博物馆也都采用此说作为科普。在隆基安然活过本能寺之变，并且隆基确实是信长正式的基础上，才能有麒麟降临中的隆基策划本能寺之变一说。这个说法在现代也是喜欢搞事的八切子夫提倡之后发扬起来的，简称隆基黑幕说。不过其实在江户开幕到德川家光执政的这段期间，此说才是本能寺之变众多阴谋中最被广泛相信的说法。在八切子夫的主张中，织田信长的一生大概是这样：龟蝶从天文18年嫁给信长时，先展示财力，他在那古野城内建造了与信长共同居住的新宫殿，以此向尾张武士们展示强大的美浓国的公主的力量。之后，尽管信长在天文21年继承了谭正宗家族的家督，但是完全不被周围认同，反而不断的被亲戚和帝室侵蚀领地。隆基多次通过安藤一贺守从斋藤道三处获得援军，帮助信长打统一战争。而后弘治2年美浓国内乱，斋藤道三战败身死，龟蝶的威望也随之消失。隆基和信长之间出现了微妙的距离。在永禄3年统辖间之战，织田信长大获全胜，借此余威成为了真正的尾张大名。永禄6年，信长搬到小牧山城，但龟蝶留在青州城，测试深居殿吉乃进入小牧城代行大名夫人职责。但是3年后吉乃去世。永禄7年，信长攻占犬山城，完成了尾张统一。永禄10年，通过龟蝶家臣团的策划，美浓3人众内通织田军，信长攻占了稻叶山城。由于美浓国众并不服从信长，于是信长先要求龟蝶移居稻叶山城。不久之后，信长自己也搬入稻叶山城，并将其改名为岐阜城。从移居岐阜城开始，隆基开始接触他的同父异母兄长，或者是他的堂兄明智光秀。龟蝶指示美浓众的安藤一贺和他的弟弟斋藤玄蕃允将美浓武夷营山的隐蔽营援助给光秀。这个故事中的明智光秀之所以能够通过细川藤孝获得足利一朝的支持和信任，并且后来得到织田信长的信任，并非是透过真假难辨的有职故实，而是因为他展现了资金实力和他背后曾经的超级名门土岐家的武士网络。那么在这个说法中，明智光秀就完全不是大家熟悉的有文化的贵公子形象，而是典型的战国大名的出世之道。现在被普遍接受的战国异化中有明智光秀在浪人时代为了赢得足利一朝的欢心，邀请他到家中做客，
光秀的妻子卖掉自己的长发筹钱招待足利义昭晚饭。这个故事非常有名，而且大家都在用。但在龙基黑木说的主张中，此事则是完全另一个故事。细川家记中有如下内容：明智光秀在齐府立正寺接待足利义昭，并有武士500名护卫两人安全。足利义昭看中了明智光秀的实力，将其提拔为自己的御家人。光秀由此成为了足利义昭的心腹。此说有少数书信作为证据，不过可信度并不高。抛开这些有争议的史料，其实在最高级的可信史料中，岩纪清记中也有支持上述说法的记录。永禄13年或者元龟元年2月30日，信长一行上洛，山科岩纪清代表公家派遣仆人前往京都郊外迎接，然后在洛中亲自引领信长一行，将他们带到明智光秀的府邸。到戌时，信长到寓所参见，并向长桥局赠送礼物。第二天起，信长一行人需要经常外出处理上洛后的事务，其众约700人，在京都期间都借住在明智光秀的府邸。在那个没有现代住宿设施的时代，想要让500人以上住宿，基本上是只能借用大型寺庙或者神社。但是明智光秀当时在京都拥有的豪宅比一般的地方大名的居城规模还要大，而且有能够招待这些人的家臣团。可见，在足利义昭上洛的这个明智光秀还不是织田信长家臣的时期，他就已经拥有了至少能够匹敌6-7万担大名的实力。在丹波平定战之后，明智光秀升职织田家家老笔头的假说的证据中，有信长的书信向不服的家臣们解释，说因为明智光秀是土岐氏后裔中地位极高的人，因此做了此安排。但从明智光秀主要结交的对象来看，实在是看不出有谁有这样的财源。那么是否所谓的土岐后裔其实就是美浓国众？这样子形容光秀，其实只是信长对自己被龙基撤走的一种更体面的说法而已。于是龟蝶、明智光秀、斋藤利三的线条开始显现。在其他的本能寺之变视频中也提到过，织田信长在这一时期主要精力放在2件事：一是将政权过渡给织田信忠，二是清理功臣。天正8年8月，自织田家功臣佐久间信胜父子被放逐起，信长开始明显的由外而内的收紧权力，先是大量驱逐了那龟野派的重臣和大名，而后1年之内，近江派也基本被排除出了决策核心。而近江派之后的目标很明显正是美浓派。正在美浓派的重臣和大名们开始感到战战兢兢的时候，本能寺之变就发生了。在八切指夫的小说中，龟蝶曾使用美浓的隐蔽资金来支持明智光秀和土岐一族，但到这个时候，岐阜城的耐心已经到达了极限，信长的其他附庸和盟友们对信长的防备也到达了极限。看准这一点，由土岐一族的斋藤利三负责指挥，明智光秀受到龙基影响，在周围的诸大名的默认下完成了本能寺之变，也就是麒麟降临后半段的内容。怎么样呢？这就是龙基黑木说的更改。作为一个非主流的却又是正儿八经的假说，它包括了很多其他的小众假说，它也有足以支撑其存在的证据，但是整个故事又让人难以置信。真实的历史到底是否如此荒诞，我不知道。但是我们之所以认为其荒诞，是因为许多通说俗说都已经深入人心。所谓荒谬得到了合理化之后，就无法检查其荒谬，这也正体现了科学方法对历史研究如此重要。每个正经的假说都有支撑和反对它的历史证据，去伪存真，不可谓不有趣。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哦，我们下期接着探寻。